Hello， 大家好，我是伟轩，欢迎回来我频道。那很快的，我们就迈入到了8月份，也就是甲申月。那这个月份呢，又会迎来怎样的一个机会还有危机呢？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3个你需要知道有关甲申月的事情。首先，第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到甲申，甲呢是属阳的木，申里面的主气呢是庚金。庚金是属阳的金，那在五行的生克关系里面庚金呢是克甲木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月份是一个地支克天干的一个情况。那从形象上来看的话，它就好像一棵树正在被砍伐中，用一个锯子或者斧头呢不断的砍伐。那它代表的就是这个月份呢，很多人都会感觉比较不安稳。比较不稳定，就好像一棵树，它的根基或者呢它的底盘正在被动摇的一个情况。那虽然这样子的描述听起来有一点恐怖，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它代表的是一个新的开始，或者呢东西终于松动起来，开始动起来了。那这个动通常是通过一些改变、一些改革。那所以如果各位真的期待有一个突破点的话，那这个月份呢很有可能就是你们要的一个时间。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不是适合每一个人。有一些人呢，他们会想要保持原本的一个状态，或者呢不想做出任何改变的话，那这个月份可能就会对你们过得比较辛苦一点点啦。我们每个月份的能量其实它并没有说好跟坏，而是呢我们要怎么去很好的配合我们现在的情况，然后从而得到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啦。所以你的身边有一些人呢是非常的固执，或者呢不想做出任何的改变的话，那很有可能这个月份呢就真正是你需要的一个推力，帮助你去改变他们这样子啦。这里呢也在提醒，从我们八字的角度来看申月呢跟我们的太岁巳本身其实就存在着很多的互动。我们有合、破、刑，这些呢都会让这个月份变得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呢，大家要记得处处保持一个开放还有灵活的态度，去应对所有你将会遇到的一些变化。那你这个月份呢就会过得还蛮不错的啦。好，那第二个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月份呢受影响最大的生肖就是申、寅、巳还有亥这4个生肖。那如果你的八字任何一个地方有出现这个生肖的话，你呢都会感觉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啦。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情况，就是你会发现申、寅、巳、亥这4个呢是我们的长生生肖，也是我们的驿马生肖。他们这种比较好动的性格其实呢也会很容易造成一些意外受伤的发生。所以呢，如果这个月份你有出行的话，或者你有使用任何的交通工具的话，记得要保持冷静，然后要比较小心，注意安全。那第3个你需要知道的是，我们这个月份有的吉星是太阴还有太乙贵人，这2个呢都是非常好，可以帮助你度过比较动荡时刻的吉星啦。那太阴呢会比较偏向于女性，或者呢是幕后在背后支持你，在后面呢帮助你解决很多问题的一个吉星啦。那如果你是想在你的生活或者公司里面找到一些帮忙的话，可能呢你可以往比较处于幕后的同事或者老板来帮助你，来给予你一些帮助。那另外呢，如果你是想打算开始自己的一个小副业的话，那这个太阴星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帮助你去开始这个副业的。因为它的作用呢也是一样的，就好像你在幕后默默的去开展你的小事业，你的一个副业。因为你在开始的时候，你需要很多的 brainstorm， 需要去思考，需要去安排，对吧？那这个太阴星呢，其实就非常非常好的
可以给到你这方面的扶持啦。好，那以上呢就是3个我们这个月份你需要知道的事情。那另外呢，我也拍摄了这个月份的风水财位在哪里。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的话，记得可以点击这个视频去看。那另外也有一个我们要如何去进行一个能量净化的视频，针对8月份那大家绝对不要错过，因为呢这个月份的能量在某一个位置真的非常的负面。那我希望呢那个视频呢可以帮助大家去解决、去调整你们家的负能量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针对10个日主他们可以进行的一些策略来最大化这个甲申月的一个能量。那当然这个部分呢，你需要知道自己的日主是哪一个。那我之前呢也拍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点击来看。我们就事不宜迟，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甲木。甲木走的是比肩还有七煞的月份。那甲木这月份，你们只要记得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就可以了。因为你遇到比肩代表的是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呢跟你有同样目标方向的人会出现，来跟你呢一起去完成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个团结或者呢，这个合作关系呢，是可能带有一些问题的，是带有一些挑战的。那七煞呢讲的就是有人可以来配合你，但是呢，它自带一些问题，或者呢一些累赘给你。所以呢，你要做的其实是观察这个人或者这个团队本身是不是有一些多余的累赘，或者呢是可以被舍弃的人。那如果你不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断舍离的话，那甲木很有可能被拖累着，你需要扛着整个团队一起前进。OK， 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最怕猪队友，对吧？那甲木呢，就是要留意你们这个月份有没有一些猪队友，或者呢一些拖累着你的事情让你呢无法进行一个新的突破。那你的突破点呢，就是要把这些人呢舍弃掉，把他们断掉，把这些人呢全部砍掉。好，这是甲木。那第二个呢，我们来到乙木。乙木走的是劫财还有正官的月份。那乙木这个月份最大的一个提升就是你可以很好的去借力来抵抗敌人，借用别人的一个力量解决你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些挑战。它的形象呢，就好像一个乙木缠绕在一棵树上，它本身呢很难站起来。但是呢，如果有一棵大树可以让它站立起来，去到最高，或者呢得到更多的阳光养分的话，那这个乙木就可以生存下来。那乙木这个月份就是这样子啦，你有一个甲木可以被你依赖，被你利用，所以呢，你记得要好好的去利用别人的强势，或者呢他们最厉害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是有坏处的。它的坏处呢是所有的功劳或者名声呢，很容易就被这个甲木，就是被你借力的那个人呢抢夺去。别人呢会觉得你只是依附在他人身上，或者呢你不是那个有能力的人去完成这个事情。但是呢，我要乙木这样子去思考如果那个问题或者那个事情呢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的话，那这不就是最大的一个重点吗？那其余的那些名声别人怎样看待你这个月份呢，你就不要这么看重了，你就放开，让别人呢去沾一沾光，或抢一些功劳。那你知道呢自己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呢得到解决，那就可以了。好，那第三个呢，我们来到丙火。
丙火走的是偏印还有偏财的月份。那丙火这个月份啊，全部东西呢，你都会感觉非常的新颖，所有东西都是新的尝试、新的机会、新的开始、新希望。那当你在一个这样焕然一新的状态下，其实呢，你很容易看到新的一个赚钱机会，或者呢新的可能性。所以呢，如果你之前呢一直都是非常的卡着或者卡顿在某一个阶段的话，那这个月份你很有可能将迎来新的一个转机，让你看到不一样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的偏印还有偏财这两个都是看到新的可能性的一个能量。但是呢，这样子的情况它也是有坏处的，就是丙火可能这个月份呢，它只是看到或者感受到，但是呢，他不会做任何事情去采取行动，去改变任何事情。所以呢，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会认为是一个不太理想的情况。因为呢，我们看到，我们也要做到，那这个实际的好处才可以被我们得到，对吧？那不然的话，你只是空想，你呢只是异想天开。那不会有事情真的产生变化的。所以丙火这个月份不要再发白日梦了，真的实际付出力量、付出时间、精力去完成那一个新的想法。OK， 那这个月份的能量就可以被你很好的利用啦。那第4个呢，我们就来到丁火。丁火走的是正印还有正财的月份。那丁火这个月份呢，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聪明啦，你学习的能力也会变得非常的好。那会想要学什么呢？我会认为去学关于理财或者财商方面的一些知识，对你这个月份呢都会有大大的增强效果。那无论你是在公司里面，你是创业的，甚至你是家庭主妇、学生，什么身份都好，我都会认为搞懂自己的钱财，懂得怎样去看这些数目字，理解这些数目字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啦。你可能呢不需要成为超级的专家或者一个公司的 CFO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你至少你要清楚知道自己的收入，然后费用，你是否有盈余，然后这些盈余呢，你是会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你有投资吗？有储蓄吗？那这些呢都是非常适合你在这个月份去学习，然后尝试理解的一些知识。那你呢在这个月份可能会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你觉得自己呢是最对的，你觉得自己不可能不清楚自己的一个钱财状况，所以呢你不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这个月份要提醒自己保持空杯的心态去进行新的学习，这个月份不要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那第5个呢，我们就来到戊土。戊土走的是七煞还有食神的月份。那戊土这个月份你们的才华或者隐藏的才能呢将会得到显现，别人呢会特别容易看到你们的一个能力，或者呢你拥有的特殊的技能。那在生活里面也会有很多的机会让你呢去展现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呢，你觉得要好好的去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去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去解决他们生活上或者工作上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我们的这个月份的能量对戊土人来说，它的一个挑战其实就是所有的让你表现的机会都是出现在危机或者难题里面。那所以呢，对戊土来说如果你真的要很好的展现出自己的才华一个能力的话，你呢不能逃避这些问题，不能逃避这些挑战。你需要做的是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的能力有一点的
信任你是可以很好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你这个月份啊就会过得还蛮不错的。因为在八字里面啊，我们的食神的能量呢，永远是可以很好的克制气煞的。那只是呢，你们需要给他一个机会去发挥，去进行这个克制。如果你可以让这个情况发生的话，那别人啊就会认为，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啦。好，那第6个呢，来到己土，己土走的是伤官还有正官的月份。那己土啊，这个月份你们的一个创新的思维啊，将会得到展现，是一种创新的、非常另类的、非常特别的一些 idea 想法呢，都可以被别人看到。所以己土啊，在这个月份不要害怕，要比较勇敢的去展示、去表达自己内心比较独特的看法，还有一些想法。那唯一啊，己土呢有的一个问题呢，是这些的展现、这些的表达呢，都是需要在某一个体制或者在一个系统里面去完成的。那简单而言啊，就是一个不是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去表达自我。如果你可以接受一点的克制、限制，不是100%的这种自由的表达方式的话，那你这个月份呢，也会有很好的一个机会，还有机遇啊，让你去做这样子一个事情。但是呢，如果你追求的是要100%的自由，你要100%的表达自我的话，那你这个月份啊就会过得非常的痛苦。因为呢，我们的伤官啊、见官代表的很多的体制或者上司的一些限制、上头的一些控制啊，你会看非常不顺眼，你就会发生很多的顶撞还有冲突。那我会觉得啊，你可以调整，不要100%，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的妥协，我们接受不完美，我们接受不是100%的自由，那这个月份呢，也可以给到你很不错的一个表现机会啦。好，那第7个呢，我们来到庚金，庚金走的是偏财还有比肩的月份。那庚金啊，这个月份非常的好，我们的财运呢，真的是得到大大的一个提升啊。所以呢，如果你本身是已经在做生意、创业这类型的人的话，那对你来说非常非常的好，你会看到呢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成交出现在你眼前啊。那你需要做的真的是好好的把它掌握下来，让它成真，好好的去锁定这个成交啦。因为呢，很多时候啊，那个机会或者那个潜在的客户出现在你眼前，那你如果没有花心思，没有花一点的精力去把它掌握下来的话，它还是会跑掉的。那庚金啊，在这个月份很有可能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你要做的是先锁定，我们直接成交，你先还钱，我们再来谈其他的细节。那你们这个月份呢，就要记得采取这样子的策略，不要让这个机会呢这么容易的跑掉。你们这个月份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地方，是你自己呢没有办法很好的锁定这个交易。那你要做的就是提升自己的销售的技能。那至于你是打工的话，当然你也是会看到不少的一些机会，或者呢在公司里面可能老板会交代你更多的一些工作还有责任。那我会觉得啊，在打工的情景里面，可能呢你们立刻得到金钱回报的一个机会是比较小的。OK， 但是呢，你们可以视这个月份啊为一个铺陈。那只要老板呢看到你可以解决越多的事情，你完成越多的事情的话，那未来啊这个回报他给你加薪呢的可能性啊就会变大了。OK， 这是庚金。那第8个呢，我们来到辛金。辛金走的是正财还有劫财的月份。那辛金呢，这个月份啊也一样的是财运大大的提升，
那这个财运呢是比较偏向于比较稳定的收入，所以呢它会比较适合打工的，在公司里面上班的群体。所以呢这个月份啊，你要愿意呢承担更多的一些工作，老板交代你的一些任务，然后同时啊懂得去安排好你的时间还有精力。因为我们正财啊谈的都是管理，那管理什么呢？你个人的时间、专注力、体力，你要更加懂得如何去分配，不要呢被过多的工作啊去分散掉你的注意力，然后到最后呢两头不到岸，那所有事情呢都做不好。你更加需要啊保持好自己好的能量状态，然后呢把自己的一个宝贵的精力放在对的地方，或者呢值得你去努力的地方，那你这个月份的财运啊就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啊。那你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是，可能会有其他人来跟你抢夺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也很想来跟你分一杯羹啦。那对我来说呢，如果你手头上的这个工作，你在承担着的一些事情啊，真的太多的话，分一点给别人也不是一个坏事。如果你自己都管理不了，你自己都做不了这么多，你还要硬扛在自己身上的话，对大家呢都没有好处，反而别人还会觉得啊你的能力不足。适当的去把一些机会、一些工作分出去给其他人来帮助你完成的话，那虽然呢你得到的认可或者功劳呢没有这么高，没有这么多，但是呢至少你没有让自己累垮，或者呢让别人觉得你能力不足了。那第9个呢，我们就来到壬水。壬水走的是食神还有偏印的月份。那壬水啊，这个月份呢，你们的创意思维将会得到大的一个提升啊。食神还有偏印啊，这2个呢都是非常跳脱性的一种思考方式，所以你在面对任何挑战的时候，记得要让自己啊有一个思考的时间，然后你们思考的方向呢是，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是否有其他的可能性？是否有其他的做法？或者呢，有没有新的视角可以来解决、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的人啊，是很习惯用某一个角度或者某一种方式来思考事情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啊，你的停顿或者卡关啊，就是因为你只有一种的思考模式。那壬水呢，这个月份啊，就是来找到另外一个思考模式，让你呢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视野去看待同一个事情啦。那当然呢，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啊，它坏处呢，就是你很有可能容易陷入过度思考的一个状态。这种跳脱性的思考啊，是一个双面刃。那如果你没有让它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让它过度的掌控着你整个日常生活的话，你很容易呢就陷入这种过度思考，从而产生了很多的担忧，陷入钻牛角尖。当你啊真的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记得要让自己啊停下来，不要再思考了，我们先转去实际的做事情，实际的去操作一下，看是否真的可以执行。好，那最后一个日主呢，我们就来到癸水。癸水走的是伤官还有正印的月份。那癸水啊，这个月份你们的沟通能力啊，将会得到大的提升啊。如果你的日常、你的工作啊，是需要进行很多的沟通，那这个月份呢就会非常的好啦。你自己本身啊懂的一些资讯，你累积的一些经验啊，在这个月份呢都可以很好的得到
输出，让别人呢看到哦，原来这个癸水啊是这么的有能力，这么的有知识、有才华。因为啊，有时候呢，你懂很多，你了解很多，但是没有人知道，或者呢，你懂的这些事情啊，没有办法让它展现出来，去解决现实生活里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那对那个人啊是非常痛苦的。那癸水呢，这个月份就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流动。那但是呢，它的问题呢，就是你很有可能会过度的分享，你把自己呢所有的藏家宝，你自己收藏的那些东西啊，一次过呢全部都说完出来，都表达出来。那别人呢会觉得有点太多了，我接受不到。然后别人会觉得啊都没有重点，你说太多的话，反而把一些重心、一些重要的东西啊掩盖在这个过度分享的资讯里面。所以呢，你也要学会啊，在这个月份如何做精简化，如何只是说重点，你要让对方呢学习到或者理解到的一些重点，那这个月份的能量就可以被你很好的利用啦。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在这个月份他们可以进行的一个策略，来最大化我们甲申月的能量。你的日主是哪一个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啊，让我知道。那大家也记得去看我为这个甲申月拍的另外2个视频，一个是风水，一个是能量净化。我们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大家记得要点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啦。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